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贾博文，24岁，来自辽宁，美术设计；女嘉宾孙杨，23岁，同样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好，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是吧？嗯，是。恋爱多长时间？1年多了。看了一下小片提了3个罪过是吧？我听了一下，第一是，你觉得男生嫌弃你是吧？我俩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其实挺好的，嘘寒问暖呀，下雨的时候给我送伞，然后有早课的时候，每次都给我送早餐啊，然后想的也挺周到的。自从我毕业了之后开始工作，他就各种嫌弃我，又说我不务正业，又说我疑神疑鬼，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那你说毕业了，然后在家什么也不干，然后一天就做那个泥，不等等啊，做什么泥？你把它说清楚。做一种解压泥。说大家都可喜欢玩了，完事就可火了，天天就搁家那啥也不干，就做那玩意儿啊。那我不是说不务正业呀，现在小女孩都挺喜欢玩那种小泥巴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商机啊，我拿这赚钱有什么不对吗？那你说那玩意儿它是一个长久的计划吗？我不就是想让你就说想一个往未来往远处看一些，然后咱不做这个了，咱就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不行吗？我就是觉得你就是拿我的工作当幌子，你实际上就是一爱面子，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我玩泥巴给你丢人了。其实他爱面子这件事儿不是1回2回了。有一次我跟他朋友去吃饭，他朋友那天正好给他女朋友买了个新包，我看那个包挺好看的。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说，回去我也给你买一个，不就一个包吗？给你买个当季最新款。还有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口红，咱一并都给他买了。回去之后呢，他这个茬就再也没提过了。等过2天我没有继续去吃饭，然后他朋友偶然间问他说：“哎，你给你女朋友买那个包了吗？”他跟人家说什么：“买了呀，买了当季最新款，我都给他买了。还有那个口红，我给他买了一套，他回倍儿喜欢。”其实他什么都没给我买。不是，那你说我后来不是因为忙嘛，完事儿出差，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忘了。我不是说你没给我买那个包和口红，我跟你闹别扭，我是觉得你明明没做的事儿，你为什么和你朋友说你做了？然后我能说我说啊那个没买怎么地的？那我特关注一点啊，就是他当着朋友的面吹完牛之后，你说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说。那不是挺好吗？是挺好，然后他就说我了，就说我什么啊那个就说我又说大话又怎么地的？现在买了吗？那个没有，还那么忙哈。就是后来不是因为就是总吵架嘛，然后就总说我这说话不算数，又什么这那的，然后你买了不就算数了吗？主要是没买吧，还不算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如果说某一天被他朋友拆穿了，那你说以后找他办事啥的，还能相信他吗？我觉得这就是承诺不兑现的事儿啊。而且他承诺不兑现吧，也不是1回2回了啊，也是经常啊。行吧，然后这是。男生喜欢吹，就是不用吹牛这个词啊，就是咱们有时候说话这个不能兑现，对吧？女生不太满意，对吧？这女生投诉你的，接着说吧。你对她满意吗？也不满意，对不对？嫌人疑神疑鬼是吧？都疑了哪些鬼？你能告诉我吗？主持人，我跟你讲啊，平时他不是在家里做泥巴吗？然后平时工作量也就是2、3个小时就完事了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没有事干，没有事干他又没有别的爱好，然后又开始就作我，你能理解吗？不能理解，就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吧，就是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然后他找不到我了，就因为早上起来我起来的比较早，然后他还在睡觉，我就没叫他，然后就直接走了，走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去干活了嘛，他就找不到我，就开始给我身边所有人开始打电话就整的所有人都以为我失踪了一样。那你失踪了吗？我没失踪，我当时就是去干活，也是做，我不也是做舞美嘛。然后当时他那个场地他没有信号我也打不了电话，也发不了短信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跑到我单位来闹来了。那你说，你一大早上起来了，你出门你说都没跟我说，然后我起来之后等你1天，你也没给我发过1条消息，谁知道你路上是不是出事儿了？我不是担心你吗？不是，那你说我天天这么上班，我什么前出过事儿啊？那时候不是你睡觉呢吗？我还给你叫起来，我说我走了。保不准他有万一，对不对？你给我发条微信，就几秒钟的功夫你都没有啊？他不是没有信号吗？另外了，你说你来看着我就看着我了呗，看着我还不行。说走啊，那个陪我去吃饭呢。你说那么多人搁那等着呢，人家的演出马上开始了，完事我这还得陪你吃饭呢。确实是我找你吃饭我不对，但你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人面你轰我走呀。
那你说那现场那么乱，磕了碰了的，这还有这东西什么的，另外这么多人瞅着，你往这一站，完你站我边上，我还能干活吗？那你说你平常如果说你多关心关心我，你想起来这件事儿了，你出门说你跟我说一声，我至于跟你这样的吗？再说了，你做的那些让我疑神疑鬼的事儿，你还有理了？我跟他解释800多回了，你先跟我解释一下啊，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在现在这个社会哈，要在一个没有任何手机信号的地方举行，就我们这棚里就算信号够不好的了，但是是有信号的。我手机在这儿没有信号，没信号哈，确实没信号啊。行，这件事儿算我多疑了，是吧？有一次我去我亲戚家串门，大概半个多月，我跟他一起养了一只狗。这半个多月我就没看见这只狗，我就挺想他的。我心想，我让他给我发个小视频，我看看狗最近怎么样了。他是小视频给我发了，但是我发现视频里面多了一个粉色 Hello Kitty 的水杯。我就问他，我说那个水杯是谁的呀？他支支吾吾的说，可能是我朋友跟他女朋友过来我家玩，他女朋友落下的。我说人家女朋友去你家玩还自带水杯吗？不是，那你说人家来我家玩了，带点自己东西不行吗？你出门的时候你没落过东西在别人家吗？你那手机落你闺蜜家多少回了？哪次不是我取的？那你说这件事儿我都搁置了，我也没再提了。为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主动把这话茬捡起来了，跟我说啊，那个水杯其实不是他女朋友的，是我妹妹来我家玩的时候落下的。你是不是怕我回来之后找你朋友，我们几个吃饭，你朋友兜不住这个事儿啊？他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是那个人家来我家来玩来了，然后我也不能进屋的时候，我看人家一下，我说你那带啥了？完临走的时候我再给你数一遍，这算什么玩意儿啊？那不是我妹妹后来跟我打电话说哥，我那个杯子落你那儿了，过2天我去你那儿取。你说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干啥呀？那我就问一句啊，这杯子到底是谁的？这杯子他就始终说是他妹妹的。哦，那他本来就是我妹妹的，这玩意儿用说吗？你问过他妹妹吗？没有。问一下嘛，既然心里过意不去，对吧？什么妹妹啊？她可能是一个表亲的妹妹吧，我到现在还没见过，所以我不好意思去问这个事儿。哦，行吧，反正这事儿就过了呗，就是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个水杯，是吧？而且水杯还不算，就是还有一件是羽绒服的事儿。哦，冬天的时候，他问我你怕不怕冷？我说还行，怎么了？他说我给你买了一件羽绒服，你这2天没在沈阳，等你回来的时候你试试看合不合适。我当时特开心，我觉得你挺体贴我的，冬天还怕我冷，给我买羽绒服。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也没提羽绒服这个话茬。我就主动问他，我说哎，你给我买的那个羽绒服呢？他还是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上来个所以然。最后我一再问他，他跟我说你羽绒服让我妈拿走了。我这事儿我给你解释800多回了。那是我那个有个妹妹，她是从山东那边来的，然后来东北咱玩来了。冬天呢，她不冷吗？冷的时候，然后串门来的时候，我妈看到人小脸冻通红啊，正好就说那个你不正好给洋洋买件衣服吗？你先给你妹妹先穿上。你说这就给她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你妈妈对我什么样，我心里面知道。你妈妈恨不得拿我当亲女儿一样。就剩一块排骨，家里谁也不能吃，就宁可等到12点也留给我的那种，你知道吧？不，这。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年代？他们家就1块排骨啊，前面那10块都给谁吃了？啊，所以我觉得他妈妈宁可去带他妹妹出去买一件衣服，他都不会动他给我买那件衣服。那后来你就没问问他老人家说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主持人，那您说吃完饭那都几点了？人家还休不休息？人不累呀？哎，我也很好奇啊，后来你妹妹没把羽绒服给送回来啊？人都穿上了，人一待还待好几天，你咋样？临走的时候我说你把衣服留下，完给你嫂子买的。哦，那你再买一件给嫂子呗。对，我跟他说了，他回来的时候就跟我激恼，没买，他就回来的时候就一直跟我吵这事儿，又不信我啊，咱也不知道为啥啊。问你自己啊，手机跟别人的手机不一样，对吧？妹妹还比别人多几个，我家要不然是落水杯，要不然到你们家拽衣服，你看看是吧？我其实特别相信你，但是主要他不信，对吧？然后他这个工作本来就是聚少离多，就是1个月在沈阳待不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有1个月他可以休几天，结果他睡醒了之后就开始玩手机，看别的小姑娘直播。我跟他说话，我话茬我都插不上。不是你说这事儿怪我吗？你说我好不抵休息，我想搁家待一会儿，然后那安静安静什么的。然后我醒了之后，我是不是叫你了？我叫你，你好歹搭理搭理我呀。人也不搭理我，跟我来一句，我搁这做泥呢，你有事儿啊，咱一会儿再说。
你说这玩意儿你赖我吗？那你说我还得等你啊？那你说我休息了，我搁那自己待一会儿我不行吗？另外你说我这看小姑娘直播，好不得休息了，我看看人打个游戏，那能咋的呀？你说我也不跟人说话呀。那你说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而且我的工作只有那2个小时，我就跟你说，我说你稍微等等我，我说我2个小时忙完我去找你，我回来之后就看你跟别人在那看直播呢，然后你还给他刷礼物，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不是，那人家玩的确实是好啊，好了你不得鼓励鼓励他呀？我做事做得好的时候，你也没说鼓励鼓励我呀。我少夸你了，你说本来就是主持人，完我就感觉是因为他现在太闲了，你知道吗？以至于他就是总不信任我，就是我瞅他一下子，他都以为我有点什么事儿。你说有一次更可气的是，她找她闺蜜来试探我，就是那意思，就是看我出不出轨什么的呗。你说你找个人，你说你找一个聪明人呢，你说找的跟你脑子都差不多。人家在加我的时候，我又不是没见过你闺蜜啊，人家连头像不换，名也不换，你说我不知道她是谁呀？你平常对我关心多一点，我至于找我闺蜜去试探你吗？你就说吧，你带我出去见过你朋友吗？你每次聚会你都不带我了，你知道你朋友怎么说吗？他们都以为我俩分手了。不是，你管人家干啥呀？你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呀，他说啥是啥呗。是啊，你总说别人说的言论不重要，但你为什么自己那么看重啊？有一次他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你把女朋友叫来吧，挺长时间没看见了。他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电话里边跟我说，你来了之后少跟我说话，别人问你话的时候你过过脑子再说，尤其是问你工作，你千万别说你玩你那个破泥，我嫌丢人。你说你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呀？本来就是嘛，你说话平时过脑子吗？搁我爸妈面前说话的时候都一下子都给我吓一激灵激灵的。然后另外呢，你说你平时出去，我不是不带他出去，然后他爱玩那泥，你说咱吃饭啥的，然后他也不说话，然后他也不好好吃饭，拿那盒破泥就搁那哭着整。你说咱搁那唠嗑呢，咱全瞅你了。我不是不说话，不是你不让我说话吗？那人家逮谁问我一下子，哎，你媳妇儿干啥的？完我说我媳妇儿搁家做泥的。你说谁都不知道做啥泥呀？爸去呢，天天我跟人解释，我逮谁跟谁解释，你就不能安安稳稳的找一个别的工作？你也不是没有别的技能，你干啥呀？我不是说我一辈子就做这个工作了，我只是觉得这个趋势现在挺火热的。假如说我真的因为这个工作我挣到了第一桶金，以后我择业或者创业的时候，那不是更容易吗？那你说你大学毕业了，完事你不出来，你不直接的面向社会，你就天天搁角落里一待，天天搁屋里头做泥，你说那像话吗？那你说你工作完之后回来，你不也就抱个狗玩玩手机吗？哎，你们俩跟狗比呀？你们俩怎么打算啊？今天谁要来我们这儿？他来。要来干嘛呀？其实我就是想咱别做这个了，这玩意儿也不是什么长远的东西。人就不干，我说一句顶10句啊，老有理了。完事后来我今天就来这儿，我就寻思就是让大家那个帮忙劝劝啥的。其实劝啥？就劝劝他，让他改变一下这个观念。你说这个改啥？就是做泥这个东西呗。你为什么来啊？就是他非说我这个工作丢人，说的那个我劝不动你，你过来让嘉宾老师劝劝你。我就是觉得我这个工作没有什么错。行了，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玩泥这个用这个事情去谋生，我没有听到哪里不对啊。他的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给你长脸，让你丢面子，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常说爱屋及乌。如果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伴侣没有那么喜欢的时候，如果这个伴侣又选择了一份他不太喜欢的职业，他就会非常反感。就如果你的男朋友很爱你，他会觉得我女朋友玩这个泥巴是什么呀？她怎么那么感兴趣？她怎么会每天2个小时时间去直播，还有人看？太有意思了，我去研究研究。这就叫爱屋及乌。所以你通过这一份工作，其实能够去测探一个人对自己的喜欢的程度。我觉得你们俩之间还真不是什么工作的大问题，小伙子，是你们感情出现了问题。你说你的手机，就算我进入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如果你真惦记他，你会在工作之前给他发个微信或者短信说，亲爱的，我马上进入我这个工作范围了，没有信号。并不是工作说，哎呀，我工作忙，你工作闲，就是因为你的心不在。所以当你说到工作，他不让你跟他的朋友去讲，他觉得丢面子，他会觉得我工作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觉得很烦。但是我想跟姑娘说的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就会担心，哎呦，他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出事儿了，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失联了会有担心。
所以我相信你是很爱他、很在乎他的。但是，如果你和他联系，他1个小时不回，2个小时不回，1天都不回，其实你要冷静去想一想，我还有没有意义再去联系他？有时候爱就是不对等的，我们可以去努力，看值不值得。如果长时期的付出，发现这份爱其实收获不了一段平衡，那么给自己、给对方其实都是压力。我希望你能够冷静去考虑考虑。谢谢2位，我就说这么多。谢谢杨老师。其实工作的确是男方找的一个借口。我们顺利推下来，你觉得女孩呢1天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剩下的22个小时，那岂不是都要来黏着我？你好害怕呀！你是希望有一个事情能够占据她更多的时间与她的精力，可能你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多么的丢脸，而是你觉得女孩在你身上的时间已经让你嫌弃。请问这是情侣之间应该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了，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事情。就像女孩在你身上找不到安全感，她越是找不到，越是希望能够通过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你现在对她到底是一什么样的感觉？当初好像对她不错哟，但现在为什么都找不到了呢？为什么甚至于觉得她的出现会让你在朋友面前丢脸？为什么会编一个谎言说啊，我已经给他买包了啊，然后怎么样？明明没买，女孩也没有当众戳穿你的谎言，就是给你面子。你何尝给过她面子？不知道尊重，不知道体贴，这份情感怎么下去？如果说这个女孩换一份工作，我可以敢告诉你，换工作的时候就是离开你的事。女孩在做很多的动作都是在试图挽回，甚至于发现你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你根本不给她交流的机会。好不容易在一起，你要去玩游戏，去看别人直播，去给别的女孩打赏，你心里有没有她？女孩，我们无法帮你破案，很多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你却怀疑了，就是你们感情的信任基础已经没有。她在朋友面前也好，在你面前看不起你的工作也好，那都是借口，是他对你这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如果你们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的话，还是在纠结于工作，那这事儿只能是越谈越乱。回到最根本，他的母亲对你好，能作为你们俩感情继续的条件吗？不是他对你好，不必怀疑那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直面感情你们中间的问题是什么，勇敢的去聊出来。如果真的无法继续下去，那趁早我们就分开，千万不要因为感情的这种错误的理解，失去自己心爱的工作，好不好？姑娘，他明明没有给你买包和口红，为什么不在朋友面前戳穿他？因为我觉得，如果当他朋友面把他拆穿的话，我觉得他会很没面子。所以是为了他的面子是吗？也为了自己的面子吧？为什么不去问妹妹那个水杯是不是你的？我怕问了之后和他说的不一样。所以还是怕自己没面子吧？为什么不问问另外一个妹妹是不是把你的衣服穿走了？我不敢再去问了。还是怕面对现实，为了自己的面子吧？所以你表面上说他好面子，其实你是被他好面子绑架了自己。其实有一句话你自己一直都没说出来。表面上说你总结了他的3条罪状，第一是他要面子，第二是对你不忠诚，第3点是不在乎你。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压根就瞧不起你。他瞧不起你的工作，对吗？他甚至瞧不起你的智商，最后他还瞧不起你的这个人，你甚至都带不出手。当一个男人根本就看不起自己的爱人的时候，你就像一样东西，喜欢的时候欢天喜地的把你请进家门，时间长了他就觉得你碍眼，终其原因是因为他看不到你的价值，而你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其实他从心底里不是嫌弃你，是根本看不起你。你见过有哪个男生在这个舞台上会把自己的女朋友说得一无是处？
他从上场起到现在为止，他说过你一点好吗？不要因为自己要面子，而一次又一次的纵容一个男人在你面前撒谎。如果说第一次你在他朋友面前给他留面子，我认为这是一种慷慨，是一种智慧。但是当很多事情很迷惑地摆在你眼前，你却不忍心去戳穿它，那我只能说你不是不忍心，你是不敢。你怕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撕破之后，你们所有的感情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这叫自欺欺人。你看不上他的智商，对吧？你不老说他说话不过脑子吗？你又能聪明到哪儿去呢？编个谎话都编不圆。你看不起他的工作，你一个月又挣多少钱？甚至你的女朋友现在哭成这样，你也没想着跟她擦一下眼泪。我不知道你哪来的优越感。两个人在一起要平等，不要总是拿眼睛那样去看别人。这个女孩子至少她有3点是值得你尊重的。第一，她爱你，对吧？第二，她自力更生，没有用你的钱，对吧？第三，无论她的方式是否正确，她担心你，她在乎你，对吧？你说这样的一个女人摆在你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别人？爱是平等。如果你看不到她的价值，你也犯不着去欺负别人、数落别人，你大不了走就是。如果这件东西你已经觉得很碍眼了，你觉得它没有价值了，请放它走，没有必要去数落。至少你们曾经之间还是有爱情。到头来，支撑这个姑娘一直走到现在的唯一原因，虽然你心里知道这个男人看不起自己，但是你自欺欺人的认为至少他母亲看得起自己，什么一块排骨都留给你吃，这错了一点。当所有的女生都说虽然我的男人不爱我，但我婆婆对我非常好的时候，你要意识到，第一，你是嫁给这个男人，不是嫁给这个婆婆。第二，婆婆在乎你是因为她在乎儿子，不是因为在乎你。等到有一天你跟他之间要是分了手，你觉得那块排骨还会留给你吗？如果你哪天你们俩已经分道扬镳了，那婆婆说没事闺女啊，你不做我儿媳妇还可以做我女儿，那才是真的在。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要彼此看到对方的价值，也要看到自己的价值。看不到对方价值的人，就像他很自私；看不到自己价值的人，就像很自卑或者自欺欺人。不爱就放开，如果要爱，就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更要看到别人的价值。差不多就得了。好，谢谢涂老师，听懂了，你也明白了。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元。洋洋，我现在听老师说完之后，我发现的确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很多。然后我感觉我们之间没有别的什么大事什么，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后那咱别闹了，咱回嘛，行吗？我真的挺怀念你，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当时真的觉得我这辈子的人就是你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之后，我又开始否定我自己，我来来回回的纠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你跟我说让我跟你回家，我真的需要再考虑考虑。当世界只剩下一片，谢谢你们啊，请回。是不是还有你陪伴？来，请关门。我们的爱情到这儿。